秦城监狱是一个中国政治斗争的晴雨表，或者说北京政治风向的晴雨表。那么很多观众就讲说，那昨天大家跟我敬礼，那今天呢，我已经变成为阶下囚了。那么后天说不定他放出去，他又跟他敬礼了。共产党一天到晚讲平等、平等、平等，共产党是一个最不平等的一个社会，它打造出来是一个阶级森严的社会。连监狱都是这样连监狱都是这样。对，201区的设备最一般、最普通，204区呢最好，那大概是给最高阶的囚犯住的，而且每一个人这个午餐之后或者晚餐之后呢，可以有一个苹果。那听说江青就抱怨过，他苹果呢太小太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我们有一期节目提到这个。习近平从上来之后大清洗，那么这个中国最有名的监狱秦城监狱恐怕人满为患可能要盖秦城2引起很多观众的留言这个观众朋友呢很想了解说秦城监狱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这太有名了，但是毕竟呢这个真的进去看过的人呢还是少数了所以充满了很多的传说。那秦城监狱呢现在在大陆的地位不只是监狱，还是一个这个权力斗争的一个象征谁做中南海，谁做秦城谁在中南海之后进了秦城，进秦城这个就是一个倒台这个丢官失势的这个象征那文革的时候呢关过很多人也在现在呢关过周永康啦薄熙来啦这些权倾一时的这个大老虎。所以呢这个大家可能都很想知道，这个为什么特别关在秦城？那中国大陆这么大，没有别的监狱了吗？北京是没有别的监狱了吗？然后呢，这个秦城监狱呢，从开始启用到现在，到底中间隐藏着中共这个政权里头的什么秘密？我想这个大家应该非常好奇。所以我们今天呢，还是请两岸问题专家国际政治最权威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呢解析一下这个秦城监狱到底怎么回事。这个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的，我想呢，这个秦城监狱在中国大陆呢是特别有名它就等于是一个术语一个象征。那从这个国民党以前的这个中共称为战犯好像班禅喇嘛也住过四人帮到薄熙来、周永康，这到底呢这个秦城监狱呢怎么会有这样的兼容并蓄的特性什么人都这个立场可能都不太一样都住过。那这中间呢，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历史渊源呢？是不是请老师跟我们说说？秦城监狱当然我没有去过，是这个因为读了一些就是在里面关过出来人的一些回忆录啦，或记载啦，然后大陆的这些报刊呢也有很简单的介绍过，香港一些报刊呢也做过一些介绍，所以把这综合整理起来呢。倒有些事情可以谈一谈。秦城监狱，你刚刚说的有趣，我突然你在讲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突然跑出来，像什么呢？中南海政局轮回之所，是有点这么个味道，也就是你刚刚说的成王败寇嘛，那输的就进去了，什么赢的就在外头，什么等等。当然，所以大家很难想象共产党一天到晚讲平等，平等，平等，共产党是一个最不平等的一个社会。它打造出来是一个阶级森严的社会，连监狱都是这样。连监狱都是这样。对，所以我们等一下讲下去就知道了。大家在资料上都可以看到，秦城监狱在这个北京的这个叫昌平区，大概偏西的那一块，然后在燕山的脚下面，它大体上呢怎么说呢？在昌平区的新寿县的秦城村，因为靠近秦城村嘛，所以大家叫秦城监狱。秦城监狱基本上是关押重刑犯应该说。重大的政治犯，或者说这些比较牵涉到军工机密这些人，简单说跟国家安全相关的也所以秦城监狱呢，大家开玩笑说不是你想进就进得去的，一般人还进不去那里呢。最早还没有秦城监狱，秦城监狱之前身呢叫功德林监狱。功德林监狱后来关了满了之后呢，中共建政之后呢，后来因为政治斗争嘛，所以在55年呢就说要打造一个新的监狱。后来是苏联专家来帮忙，然后他不是苏联的援助计划嘛，他援助项目之一，那图纸什么都是苏联帮忙的。
那中国方面做了修改之后呢，就建起来了。所以1960年建成，大体上当时最早建成呢分成4栋，甲乙丙丁4块，4个监区，大概通常都这样，每一个监区呢，大概都是3层楼的这个房子，所以一共差不多400间的那个4个监区加起来差不多400个这个监房或400个牢房，它里面的那些结构跟装备呢跟设备呢，按照去过人出来人讲呢不太一样，大概不是说4个区嘛，有201、202、203、204嘛。201区的呢设备最一般最普通，204区呢最好，那大概是给最高级的囚犯住的。到了7年之后呢，文革爆发，然后抓人的走资派，很多都是省部级的高官就抓进去了，那青城就不够住了，那最后怎么办呢？就加盖了6栋，所以前面4栋叫白楼，后面盖了6栋叫红楼，反正一共就10栋，就甲乙丙丁一路这样下来。大概这样子啊，前面的几栋呢，室内也不算小，室内大概差不多就是20平方米，就4公尺乘4公尺，4公尺乘5公尺了，20平方米，20平方米说起来也不算小了，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套房，是，以台北的标准来说，算是一个中型套房吧，对不对？是20平嘛，中型套房。然后当然这个高也不算太矮了哈，它当然这个监房门口有一个粘孔，然后底下有一个送饭啊、送水的那个小的一个门啊什么等等。通常因为他怕你这样自杀呢，所以里面都做了改装。像我知道，就是他们说里面弄了那个橡皮墙壁，或弄贴了很厚的那些防撞的那些什么橡胶之类的东西。然后里面大概房子那里面呢，那些设施呢，基本上没有尖角，因为怕你什么撞墙自杀啦，这样尖角自杀啦什么的，所以那尖角把它磨圆掉了，磨平掉了。每一个牢房里面大概1个灯泡，15瓦，所以应该是不亮的。然后大概就1个，然后外面还有铁丝网给你罩着，怕你搞什么东西。听说外面还有劳改农场，那有些就是身份特殊人呢，还可以在外面农场去种点什么东西呢？好像周永康就有这个特权。所以也就是说，共产党是非常讲阶级的，连在牢房里面呢都有这个怎么说呢？延安时期不是说1分3色，10分5等吗？是啊，大体上秦城里面呢也是这样子。是，所以听起来呢，这个秦城监狱，这个看起来是单间居多吧？就是每一个号子就是关1个，单间多，但是有集体间的，也还是有集体间的。但是总的来看，这个重要的这些人犯呢，我看大概都是单间为主了。那这个单独拘禁，老实说，不管那个房子再大，好像在国际公约里头就都有限制的，就是单独监禁、独自监禁不能超过长的时间。这一点当然是对中国来讲，他根本就不在乎了。这个他们认为监禁，他们还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改造。对你这个被关了，是你接受改造。我想这点，这个共产党的语境还是蛮特别的。所以这个秦城监狱呢，这个说起来的这个是可能比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监狱可能条件好一些。应该是这样。对，但是我相信能有资格被关进去的人是绝对不希望被关进去的，不管它里头条件再好。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监狱，是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国民党战犯，然后像这个班禅喇嘛啦，四人帮啦，周永康、薄熙来这些人之外，还有哪些人呢？也曾经住过秦城监狱呢？这样的，我们少为数，因为我们看了一些回忆录啊，大概最早我看到应该谁呢？叫沈醉回忆录。是沈醉是国民党当年的那个国防部的叫什么？军统局吧？军统局或者也叫保密局吧？是。然后他是云南站的站长。是。他那个时候挂的军衔是中将。是。所以也不算太小了。不过那时候打仗嘛，所以中将其实中将上将非常多。是。在秦城里面关大概比较有名一个是黄维，黄维就是12兵团的这个司令，在这个我们叫徐蚌会战，他们叫淮海战役当中呢战败被俘。当然其他邱清泉呢跟黄百韬都殉国了哈，非常非常可惜。所以黄维在里面关了段时间，那沈醉在回忆录里面写到说，他想着说将功补过嘛，说什么呢？说想帮人类做点什么，这方面什么，想去像制造永动机。也就永远自己会动的那种机器，
这样就不需要浪费能源什么。后来失败了，因为这个东西跟物理学的这个定律是相冲突的啊，所以黄维是一个。第二个有名的叫王灵基，是原来四川省的省长啊，反正也是挂了这个什么将军衔之类。那再来就沈醉，所以沈醉他自己说，我出来之后呢，反正很感慨了。然后在这边也被拉去看这个中共一些什么战果啦啊，这什么劳动成果之类的，然后就写了很多，反正就是非常感慨。这第一批，第二批是满洲国的战犯，就当初跟着溥仪这个人。不过溥仪本人刚好没有做过这个，没有住过行政监狱。是，他好像关在抚顺，是抚顺的什么战犯什么劳改所、什么战犯所什么之类的。他没有关群城，是因为那时候群城还没干好，他就放出来是特色了。后来关的就是共产党党内一些高干，然后像什么高岗饶漱石的饶漱石啊，高饶案的饶漱石。再来就是帮共产党跟日本人打交道的双面谍，叫做潘汉年。是啊，潘汉年这个事情很特别，有空我们再来讲。第三个叫胡风反党集团的胡风，就是早年的那所谓什么反革命分子啦，或什么重大分子这个之类的。文革之后开始官人就多了，王官期、王立官封戚本禹是当时的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这个三支笔三个大将啊进去过了，然后再来班禅，你刚刚讲的班禅，其实他们在这个共军入藏的时候呢，就抓了他。当然有趣就是，如果说你把秦城那些人全部都在一起，当然他们呢听说安排的非常巧妙，就是让你们绝对不会碰面。除非我有意帮你们关集体监的，或有意怎么提审的是吧？否则你们跟自己是碰不到的。那时候我们他们不是说什么林彪四人帮12反党集团大审吗？我们说什么西安延安搞在一起组啊？是这两个互相杀来杀去的集团，你把它摆在一起去审，这搞什么鬼呢？反正林彪集团人呢，跟四人帮集团都关到秦城。林彪那4个大将不用讲了，黄永胜了、邱会作、吴法宪跟李作鹏了，那当然还小一点，像张腾蛟了，也都在里面。四人帮也都在里面。那等一下我们可以讲讲四人帮的故事。那之后的呢，像还有一个大家想象不到的王光美哦，他也关王光美。刘少奇要关秦城，他没有关秦城。刘少奇的太太王光美关了秦城啊。当然，他们这些人关秦城待遇都是比较好的啦，这不在话下。那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呢，基本上关的就政治犯比较多，像魏京生，本来一个电工工人，然后红卫兵，然后写了第5个现代化，马上就关进去了。再来就是赵子阳的秘书鲍同啊，关过这个秦城监狱。再来，外界比较有名的，大陆人比较不太清楚的，得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关过秦城。那像这个像这个6·4事件的，像王丹关过秦城，他还写过一些回忆的一些文字等等。那等到这近年来呢，像习近平上台之后，不是打贪腐吗？当然用的名义是贪腐了，但是大家都觉得是政治斗争失败者。所以我们刚刚前面讲说是一个政治斗争轮回所嘛，就这个意思。大家想象不到的，北京市委书记陈锡同，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然后重庆市委书记这个薄熙来，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然后这个政治局的这个高干呢令计划，再来郭伯雄啦、徐才厚啦、孙政才啦等等。现在我们唯一不确定啊。张又侠啦、刘振立啦、苗华啦、李尚福啦，这些前这个中央军委的副主席，还有何卫东啦，然后这些什么军委委员呐，现在是不是关在这里？我们不晓得。所以我们这个题目怎么来的呢？因为有一次我多嘴，大家说现在官人关这么多，然后不要说别的，光是这个共军的这将领呢，少将以上、中将上呢。抓下去呢，就是上百人。如果说以少将算进去的话，那上百人；那中将以上的话，那40-50人跑不掉。所以大家说秦城关不下了，所以有大陆网友开玩笑说，是不是要盖秦城监狱2啊？才有了今天这个话题。那后来呢？当然在前几年呢，开两会，有那个司法部副部长呢被
应该是被记者问到，就说秦城关的是不是都是大人物啊，什么都是什么？他说也不完全是。他说秦城关呢，当然第一次不完全按级别，但是级别是一个考量。就我刚才说，共产党啊，连坐牢都有这个等级的，都有制度的。啊，那他说还关了一些什么人呢？他关了一些在军工领域做事情，但泄密的这些军工的高管或者高阶的这些科研的这个人员。所以我们前面讲过的什么吴彦生啦，什么或者说什么杨伟啊，什么这些呢，或者说吴曼青这些呢，那很可能也在新城这里了。那当然现在还外界没有披露了，不过以他们的辈分级别跟他们的重要性来说呢，他们当然已经牵涉国家机密了，不用讲了。是，所以关在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性很高。那如果真的这些都关的话，那可能真的秦城2了，是，可能2.0都要了。是，所以我想呢，这个秦城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非常特殊的一个监狱了。好，那这个集权政府呢，老实讲，盖监狱应该是很擅长的了。那当然，这个也不能说只有这个中国才有监狱，每一个国家都有监狱。我以前去这个俄罗斯的这旅行的时候呢，我在那个圣彼得堡也去参观过监狱。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把那个革命时期沙皇时期的这个革命分子蹲过的耗子都是成了这个古迹了啊，就是这个墙壁上有刻字看不懂了，就是写俄文，就说这是什么时候哪一个人坐这儿，什么时候哪个人关这儿，然后那就成了一个等于革命的这个纪念的博物馆，打卡景点啊，对，大家想这个纪念革命啊，因为列宁也曾经被关过嘛，也曾流放，但是这个后来沙皇呢，这宽大为怀，就很快放他回来。如果就让他继续这个流放西伯利亚，可能10月革命还要延后。罗曼诺夫王朝还可以活一段时间，但是后来呢，列宁上来之后呢，这个抓人关人呢，比沙皇时代还凶，多得多。那是切卡抓人和杀人，而且那时候切卡交过名单1500人，列宁看看啪就打一个叉，切卡不知道什么意思，就全部杀掉了，是全部枪毙了，是。就后来列宁说，这只是说我看过而已，是。所以我想这个专制国家呢，它当然对于这种监狱呢都是非常的恐怖了哈。那这个秦城监狱呢，当然人人闻之色变。那它里头呢被关的人的待遇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也请老师呢就这个跟我们说说？我们刚刚不讲说差别很大嘛？从201到204呢，那204是最高级的，204是给那种不只是省部级呢，可能接近中央级或者副国级以上的之后他才有权利进来。然后好到什么地步？第一，刚刚讲到的空间比较大，20平方米，那就4米乘5米嘛，就差不多这样，或4.5乘4.5嘛，这么大小，那算是不小的了。地上有铺地毯，然后还有沙发床。那比较好的呢，那个当然有的写字台不用讲了，它有卫生间，而卫生间是抽水马桶。后来比较差的呢，听说是用脚踩的那种马桶，那比较高阶是抽水马桶。还有洗衣机还有洗衣机，所以你能想象，它的伙食标准呢？那如果最高标准的话呢，是比照部长级的待遇，就是省部级的待遇，好到什么地步呢？早餐有牛奶，早餐牛奶，然后午餐它一般它是3餐，甚至就是说他们号称讲说3年困难时期，这些人都还有3餐，那很不容易了，很不容易啊，这个就是特供了，所以早餐有牛奶。然后午餐、晚餐呢，那2菜1汤，那很不容易了。这个比起外面有些人来说，可能都还好一些。而且每一个人，这个午餐之后或者晚餐之后呢，可以有1个苹果。是。那听说江青就抱怨过，他苹果呢太小太轻，他抱怨过这件事情，所以表示说是真的有苹果啊。那有些地方呢，犯人还可以得到固体饮料。什么叫固体饮料呢？可以泡开来喝的。譬如说，它里面给它1包呢有12块，每1块呢可以据说泡1杯柠檬茶，还可以配糖，配方糖，方糖有2种，有白色跟咖啡色的这些我们真的在外面见过，但是说里面都有这些东西呢不容易，天天如此，到3年困难时期都要维持如此。然后那个204间房的那个饭菜还是不错的，听说调了北京饭店的乙级厨师，有名有姓的，叫做刘家雄的来帮他做饭。那菜单呢会轮流换，听说好起来呢，包括鱼翅跟海参。那跟我们平常这个出去跟朋友聚餐吃东西差不多了，这算那个时候那叫非常好了，非常好了。
我们吃鱼翅也就是一年就吃个1回2回不了不起吧？是。海参当然多一点了，海参那个它比较平价嘛，然后多一点嘛。那你说再好一点点，那就不太容易了。所以他们如果能够这样吃的话，那不错了。他们每个人呢有一个4层的一个盒子，4层一个饭盒，然后装什么米饭啦，装2菜1汤这样，还有4层。冬天还给你保温呢，是这个待遇就非常好了。那这些好日子呢，到了1967年文革的时候呢，因为他改成说改军管嘛，他原来不是公安部管吗？后来改军管。军管的时候呢，文革变差了，差多久呢？差了5年。是，因为有一个大副部长是副部长的太太呢，写信给毛泽东，然后的辗转收到了，毛泽东要求改正，所以72年之后呢，那又少了好一点点。那么也就是说，他这个待遇差别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离谱的。这些最高阶的呢，我看到一些回忆录讲说，他可以看书看报。然后我记得那时候，中宣部长陆定一是他文革时候关过，北京市长彭真关过，啊，当然很多高干都关过，不用说了。那为什么特别讲陆定一啊？陆定一太太叫严卫兵，是严卫兵在中宣部是干什么秘书啊？我忘记一个什么处的一个秘书，干到处长，他关进去，处长还是副处长我忘了，关进去了。关进去之后还去看人民日报。看人家看，哎，突然间看到一个东西，他把那狱卒叫的什么林彪倒台了。那时候狱卒怎么敢听啊？狱卒吓死，说你别乱说什么。他说我知道林彪倒台了。那狱卒还忍不住，后来回头问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人民日报上说，他人民日报上怎么会有说这东西？他说你看现在那个，他说现在你看这个人民日报上面，哎，林副主席没有了，原来林副主席排第2吗？现在林副主席名字没有了。然后说什么9000岁什么也都没有了，他说我中宣部出来的，我非常清楚。你如果说现在人民日报上不这样写的话，那表示一定出问题。过了大概大半个月才慢慢传达下来。所以比方说，它里面有些人呢可以看报读书，然后有些人呢还可以看电视。什么会可以看呢？晚上7点到9点看新闻联播，然后就看特定的节目，就是反正是给你洗脑用的。但是对这些有丰富斗争经验的老干部来说，他看这东西啊，因为他就是从这里面读到了很多讯息，说的跟没说的呢，没说的可能跟说了的一样重要。所以你要能够，我这样讲说，你能够反面解读的话呢，你真的可以读懂很多东西。那当然里面还说他里面有穿橘红色或橘黄色的囚服，但如果说身份特殊啊，可以不穿。听说谁不穿呢？听说薄熙来不穿，是，然后听说王立军不穿，这些呢是香港南华早报说的，那多可靠我不知道，反正有此一说吧。是这样子。我想呢，这个刚才这个老师提到这个文革以前呢，这个秦城啊，这个待遇是特别好啊，还有这个鱼翅啊、海参啊。当然我们这儿不是说啊，因为鱼翅现在是保育类动物了，我们不是说鼓励大家吃鱼翅，还是说啊推荐大家吃鱼翅，而是说就描述那时候现况，就是说这个好到有鱼翅可以吃，是这个意思。那的确了哈，那个时候我想哈，很多人啊，这个觉得为什么秦城待遇很好？因为那些号子里头的人呢，说不定过没多久啊，政策转变了，平反了啊，又回去了啊，所以不能对这些人太差啊，所以得给他们吃好一点。这个啊，代表说明将来呢，这个定性变了啊，又回去成了咱们的领导了啊，所以这点我觉得这也是反映了一个这个专制国家哈啊，尤其是中共这样的政权呢里面的一种非常。诡谲的一个状况，的确啊，像这比如说邓小平啊，对不对？那也是啊，这个比关押稍微好一点，下放江西劳动，后来呢也是回来了啊。那反而有些人呢高高在上啊，后来呢一样成了阶下囚。譬如说这个文革的时候有个很有名的啊，这个红卫兵领袖叫蒯大富啊，蒯大富什么智擒王光美啊，在这个清华大学呢发动这个50万人大批斗，大批斗把王光美抓了。后来的蒯大富自己也进去了，也进号子了。所以我想这个他们当然觉得说这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外呢，省的是一朝领导一朝囚啊，这影响是很大的。但啊，当然现在可能环境比较特别啊，所以外面还有人传说，就是说监狱里头啊这个还有这个人可以上网。啊，那他上网呢？你要当网评员，好，负责发多少帖，好就有积分啊。那这个有了多少积分之后，肯定换取这个假释待遇啊。这当然可能也不见得适用于秦城嘛，因为秦城这里头的这人地位太高了，你让这些人上网，还得了？那还得了？问题太大了
啊，所以这个我像这个秦城呢，就作为一个中共政治的晴雨表啊，几十年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党内斗争史的这个缩影。那它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故事呢？多了，我们确实时间不够，我们就随便跳起来讲一下。因为那时候不是我们前面讲的秦城监狱修建过吗？是，当时某一个曾经负责修建的是当时的北京市的公安局局长叫冯基平，是，他后来就因事就住进去了。后来听说他跟人家讲说，早知道我会住进来，我当时就把它修得好一点。是，不过他大概应该会在2003到2004之间了，应该这待遇不算太差了。第一个。第二，我们刚刚不是讲说这个四人帮吗？四人帮4个人都做过，他们4个人的那个在牢里面的情况呢，外面是传出来过的，是啊，因为当时大家官方想丑化他们，所以是传出来过的。所以江青在里面的那个感觉呢，还像女王一样，是我曾经是这个就是政治局的人，然后曾经什么呢我是毛主席身边的人，所以我就什么。所以他抱怨最多，抱怨过灯光啦，抱怨过床铺啦，然后说半夜去在身体不舒服叫医护人员不来了，然后就是苹果太小了什么等等，反正他抱怨最多。他出去受审的时候也很凶啦，他也没客气，各位看，因为当时是直播嘛，就特别要大家看，就是说你看真的他们被审判了，江青态度非常非常高傲的，是。你讲一句我驳一句，你讲一句我驳一句，是他说我就是毛主席一条狗，主席要我咬谁我就咬谁，他一步不让的。那张春桥呢？听说在狱里面跟在受审的情况一模一样，一言不发，是一言不发，一言不发。姚文元呢，就是一个文人的个性，那就在里面呢，还是写东西啦，还是什么出来呢？受审的时候呢，也讲话，但是讲的有限。那大家说呢，最看不起是王洪文，王洪文工人出身，工人出身，国务工厂工人出身，然后一路平地升的，啪啪就拔上去，最后干到国家的副领导。所以一抓的时候呢，就吓到屁滚尿流，然后进去之后呢，都还没真正用刑呢，就全招了，然后噼里啪啦讲得一塌糊涂，然后又哭啊，又什么，反正就替字纵横啊，求饶命什么的呢。那放出来之后，当然也就比较低调了，所以这些类似故事非常多，反正真假也难辨。后来香港南华早报倒公布过一些，就是最近关进去，像周永康，大家最常传说就是周永康呢在里面，这个他当然身体不好嘛，出来有介护就医啦，或什么这保外就医之类的，不晓得什么情况，所以有人看过2件事情。第一呢，它里面它有一个小的这叫什么呢？叫自留地吧，是啊，种过菜啦，种过花什么的。听出来分给人，但因为他见不到人，我不知道他分给谁，分给狱卒嘛，大概是这样的，或者分给谁？因为理论上他是不能跟同案的犯人见面的，除了受审的时候，可能大家可以遥遥望看到之外，在狱里面是不能见到的。然后再来，譬如说薄熙来里面听说也是非常高傲的，他整个样子还像总书记，他说他即便在牢里面还带着气场。那这个消息如果传到习近平耳朵里面，我相信习近平大概不会放他出来，大概不太舒服。然后说他在牢里面还演讲，都不知道讲给谁听，但是还在那边去演讲，所以气场强大。那王立军呢？大家注意到，我们呢很早就讲过这个事情，我们在那时候我还没上电视，那时候我是公开演讲，2012、2013年那个前后。那时候我们又看到他被抓嘛，12年我们就看到了，当时出来受审的时候，他是坐着受审的，薄熙来都站着受审，他是坐着受审的。后来我很仔细把照片放大呢，他不坐在那个桌子后面吗？桌子那个角边面他们没有注意，他们修图没修好，有一个小圆弧露出来，我们会看到什么东西呢？轮椅的椅子。其实他坐轮椅了，坐轮椅，所以那时候我说不要是不是被打断腿。我讲完之后没有大概不到1个月，中共官方就发布消息说他犯糖尿病所以坐在那里，那也就等于就是间接回答了我的问题，也不是他说不是打断腿是什么等等。那王立军听说在这边就专心练书法了，那还练英文。王立军是留学澳洲的，是他会懂他会说英文的，
说还讲英文，还去练英文什么的呢。当然了，就像你刚刚说的，它是一个中国政治一个晴雨表，是，这个很有趣的。当然现在都大家说这些人很多关系是因为贪污啊什么的，对。如果是贪污的话，那直接把中南海关起来就算了嘛，是对不对？那可能就基本都解决了。那有些官有些不关呢，有些贪污的官有些贪污不关的，简单说呢，政治斗争的成王败寇了，这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了。我早在2012年，当初王立军事件爆发之后，大概不到1个月呢，我们已经出来公开讲，我们说第一次政治斗争，第二牵连多广，所以当时我们很早就讲说什么郭伯雄啊，什么这些人，我们都出问题，这一定不奇怪。大家回去查，我们当时讲的，而且我们是白纸黑字写出来的，有记录可查。那么也就是说，走到今天呢，你说对，秦城监狱是一个中国政治斗争的晴雨表，或者说北京政治风向的晴雨表。那么很多关键就讲说，那昨天大家跟我敬礼，那今天呢，我已经变成为阶下囚了。那么后天说不定他放出去，他又跟他敬礼了。所以简单说吧，这种事情在民主社会不是没有，但是基本上民主社会呢，法律总是比较好一些的。在这种一党专政社会里面呢，基本上可能就看一个人的高兴吧，或者看一批人的高兴吧。大家要什么日子呢？大家自己决定啊。是，我想这个秦城监狱其实，这个当然在过去呢，这个可以说是人闻之色变啊，但是呢，它里头传说也特别多啊，所以呢，在这文革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个剧作家很有名，但是在这个单位里头呢，就是被指为右派分子，一直被批斗，那整天批斗。后来呢，也原来的这个工作也不让做了，就是当工人了，每天运送煤球啊，就很重的一个劳动。那后来呢，有一天呢，这个煤球运得满手满脸都黑的，然后突然有人说：“哦，我忘了我叫什么名字，某某，这个赶快洗把脸啊，洗手洗澡，好，这个领导要叫你谈话。”他就非常害怕，然后就到了澡堂，然后呢就这个一直哭啊，说怎么办呢？这个看来是要对我最终处理了，这个可能要抓进号子里了。结果那澡堂的这个师傅安慰他说：“现在的中国就是个大监狱，你在里头跟外头还不是一样？你现在在外头，老实讲给赵本被打死了，就往街上一扔就算了，你在那个牢里呢，好歹还有个记录的，对，所以呢不见得不好啊。”那人想想也对呀，也对。后来我看到这个技术呢，那是后来他自己的技术，因为他被江青调去做这个样板戏的这个编团队之一啊，到大寨去了啊，所以我想后来是他自己说的。我想着这个在这种不自由的社会里头，老实讲，监狱的里头外头啊，到底哪个地方呢更像监狱啊？我想恐怕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了。这比方讲得非常好。你讲这个就让我想起了邓小平，是，他上午还在那边弄豆子，是，还在那个豆棚那边弄豆子，下午呢就专机来接他回北京去了，是，洗刷一遍之后呢，我过2天开始接见外国宾客，然后当时还没有把握，他讲完之后问旁边说：“我这样讲对不对啊？有没有问题啊？”再过几天呢，就很自在了，然后啪一口痰就可以吐到角落去，是，就很放心了，所以。就像你说的，到底你是在里面小监狱好呢，还是在外面大监狱好？那这一方面是看命运、看造化，二方面就是还是我们说那个，如果不把大监狱推翻的话，那其实没什么大差别，不就这意思吗？所以有人在说呢，这个如果现在政局不稳，说不定将来变天了啊。现在在上面的领导啦，这个阅兵的时候，在城楼上的那些人呢，也就是夜起也是进秦城。那到时候哪一监关谁？好，那这后说不定在将来呢，中国民主化之后呢，也会像这个俄罗斯后来一样的，也成为这个一个这个重要的景点了。所以我想呢，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当然每个国家民主国家也有监狱，不过这个民主国家监狱不会成为这个政治斗争的晴雨表重点呢还是在于这个政治体制人民的自由纵使呢这个犯了罪要判刑的人呢，也能够得到公平合理的这个司法待遇我想更不会用这个司法呢作为这个报复政敌的工具。我想这个我们看这个秦城监狱呢，可能里头每一个被关的人呢都有一笔账
啊，都是觉得说我这个其实都是成王败寇的结果，而不是说呢我真的是这违反了什么政策啦，还是干下了什么滔天的罪行。有的时候可能是政治点名的结果。老师，你说是吗？真的是如此。所以我刚刚把那名单念一遍，大家心里就有数了嘛。是的。所以我想呢，这个探讨这个秦城监狱除了它的过去之外可能呢对未来会有哪些新的注课，大家还是会非常好奇。那我们呢还会持续的保持关注今天非常感谢闵俊老师呢来到我们节目给我们做这么生动的这个对秦城监狱的这个介绍。谢谢老师，谢谢，也谢谢各位观众。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呢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欢迎给我们批评指教，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会。这个实在是真的是蛮有意思的。对，就是观众希望我们谈的题目，这个你这样算算，还真的有可能秦城2呢，可能真的住满了，住不下了。是啊，因为他们老实讲被关这些，因为这些人都很敏感，所以其实也一定要维持一个人帮他们串联嘛，也不会随便把他们跟其他的囚犯其他被关的人混在一起，所以这个量可能真的还是要会增加嘛。反正他们现在时间都不够关了，所以秦城2非常可能。你看，不要说别的，我们刚刚讲说这几年抓还将军超过100个，其实不要说现在，我记得在2017年开19大的时候呢，当时抓下来的文官，当时抓文官多嘛，当时抓的文官呢，我记得当时报纸上讲过，那4年多下来，就是王岐山办下来4年多，还办了150几万件案子，是涉案官员呢超过150万人，送司法审判呢是5万8，副部级以上那时候还列名单的，那时候我都看过名单的，现在当然不给了。你如果算省部级以上的话，那真的秦城应该是不够关的。现在加100多号将军的话，而且现在文官这样军功高管，那肯定是不够关的了。所以秦城扩建完全可能，是完全可能是。而且像这个以前文革之后就是四人帮，本来毛泽东走了之后呢，那四人帮本来想要说，我这个江青他们，我们这迟早就夺权了。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看过一些技术，就是说张春桥劝江青说，你现在走资派，老实说呢也蠢蠢欲动那这个江青同志呢回上海，上海呢我们有100万工人民兵绝对是这个我们的后盾在北京呢这些这个右派这些人很危险。那江青说我就是不走这么几十万这个北京有工人民兵也是我们的后盾了不用怕。后来呢果然给抓了之后不但没有出现100万工人民兵上街拥护他们，反而是100万人声讨江青反革命集团大会听说那个时候特别人民日报，当然这个是成王败寇嘛，声讨江青反革命这个大会呢，这100万人上街然后人民日报当然看了，据说特别拿给他们看他们那时候被关押的时候特准看人民日报，就是看就是打击士气嘛。对，所以我想这个到时候秦城老实讲，真的最后呢关谁，今年关谁，明年关谁，后年关谁，还真的很难说，说不准的，真说不准。简单说，就你先把人民日报上面那些大名字拿来看一看，这样很可能就进去了。是。现在我们刚刚读的名字，前几年我们不在人民上有读过吗？是啊。那周永康薄熙来这些人不是都读过吗？是啊。台湾很多人还特别好去看看薄熙来呢，对不对？去年这时候马兴瑞，谁会觉得他今年会关？对啊。这个张幼霞，谁知道这个严重违反军委主席负责制，还不是一片歌功颂德？对。所以真的需要就是中国民主化了，这样的可能大家日子好过一点。是。好，谢谢老师讲。哪里？这个听老师讲这个太重要了。